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王一博被曝戀愛腦引發輿論風暴，趙麗穎與孟美岐無辜躺槍，娛樂圈的流量與真相之爭。近年來，娛樂圈從不缺少話題，但要說熱度最高、討論最激烈的時刻，往往不是影視劇宣發，也不是頒獎典禮，而是某位頂流突然被捲入一場緋聞或爭議。就在春節檔電影競爭正激烈的當口，無名主演王一博的名字卻因為狗子的一段爆料而被再次推上風口浪尖。這次爆料內容可謂分量十足，不僅暗指王一博是戀愛腦，還稱他與圈內某位女頂流關係曖昧，好事將近。更有甚者，這位狗子還點出王一博的擇偶偏好、公司內部關係以及過往幾段情史。爆料一出，網絡瞬間沸騰，眾多網友開始腦補八卦劇情，甚至主動為狗子補完信息，將趙麗穎、孟美岐等與王一博合作或同公司的女藝人拉入討論範圍，導致數位女星無端被牽連。然而，隨着王一博工作室迅速發聲闢謠，輿論風向再度反轉，爆料是真是假，狗子是否炒作，粉絲如何應對謠言等議題，成為當日社交平台上最熱的討論點。圍繞着王一博這一事件，我們似乎也看見了當下娛樂圈生態與網絡文化的縮影：流量驅動、爆料至上、真相稀缺、吃瓜狂歡、信息混亂。視頻將嘗試從多個角度對本次事件進行更全面、更理性的分析，也借此探討娛樂圈流量邏輯與公眾認知之間的博弈。此次爆料來自狗子楊洋，其風格一向以誇張、斷章、模糊著稱，經常拋出一些看似驚天動地卻缺乏實證的信息。在流量時代，娛樂八卦已成為一門完整的生意，狗子需要作品，需要熱度，需要關注度，而頂流名場面永遠最能帶來點擊量。事實上，狗子爆料暗示性強、細節模糊、關鍵人名不點破的方式並不新鮮，不需要負責，不需要證據，只需激發群眾好奇心，等網友自主腦補。而此次爆料正是沿用這一邏輯，指點女頂流，卻不明確指向任何人，讓眾人自行聯想。結果便是與王一博合作過、同公司過、關係不錯的女星都被順勢捲入傳聞中，引發無辜躺槍。這種模糊式爆料，本質是在利用公眾心理，不告訴你是誰，你反而更想知道。雙引號，在此事件中，趙麗穎、孟美岐成為網友最先懷疑的人選。原因並不複雜，與王一博合作過，有過 CP 話題，在娛樂圈具有一定地位，與女頂流標籤相符。然而，這種聯想其實非常草率，也缺乏對藝人個人生活、職業規劃的基本尊重。特別是趙麗穎，她近年來專注事業，鮮少捲入感情傳聞，此次被網友拉進八卦，顯然屬於被動背鍋。娛樂圈的女性常常在緋聞中承擔更多非議，即使她們什麼都沒做，只要存在交集，就可能被扯進網絡輿論場。事件越是無法證實，越容易讓人聯想，而聯想越多，傷害越大。這一點值得反思。事件發酵後，王一博工作室迅速發布聲明，明確指出爆料為無稽之談，並呼籲大家不要信謠傳謠，同時強調將對造謠行為採取法律措施。這種反應速度在娛樂圈中並不常見，說明團隊高度重視此類爆料的潛在影響，意識到輿論發酵可能傷害藝人本人的社會形象。頂流作為公眾話題焦點，必須迅速止損，以免升級。頂流不只是明星，更是商業資產、品牌形象、資源中心，一旦被捲入負面爭議，會影響商務合作、影視項目排播、
品牌形象維護、行業內資源關係。因此，快速與謠言切割是必須的。有趣的是，本次事件中，粉絲的反應顯得比以往更理性。他們並沒有盲目攻擊女星，也沒有自亂陣腳，而是對狗子的爆料提出3點質疑：沒有照片，沒有錄音，沒有實質證據，爆料內容邏輯前後矛盾，狗子揚揚過往記錄不佳。粉絲圈的成熟化在近年來尤為明顯，越來越多年輕粉絲願意花時間去查證，去理性辨析，而不是盲目護主或攻擊。他們要求的其實很簡單，要證據，別靠嘴說。雙引號，這也是對整個娛樂輿論環境的一次提醒：爆料不是新聞，沒有證據就不能當真。狗子在爆料中還提到王一博與經紀公司樂華的關係，甚至扯出合約股份話語權等詞，進一步刺激大眾想象。但這些內容同樣屬於外界無法驗證的信息。從商業角度看，頂流藝人與公司之間的關係確實複雜，合約談判、股份分配、商務資源、IP 項目、團隊構建，這些通常涉及商業機密，外界很難獲悉，更不會以狗子爆料的方式洩露。因此，此類內容更像是為了製造劇本感，讓爆料故事看起來更豐滿。但讀者應保持清醒，商業內容的真實性遠比感情八卦更難確認。當粉絲要求狗子給出女頂流的名字後，對方並未正面對質，反而拋出另一段所謂的內幕，即王一博拍戲休息時看了某位美女的動態。然而，這段爆料依舊無證據、無時間、無場合、無更多細節，反倒像是在轉移焦點，維持熱度。網友對此也普遍不再買賬，甚至戲稱這個爆料有點像小學生作文，越編越跑偏。雙引號，娛樂圈之所以總能引發公眾興趣，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天然的獵奇心。誰和誰合作了？誰和誰曖昧了？誰是不為人知的幕後人物？誰與誰的關係微妙？然而，在流量時代，這種獵奇被放大、被商業化、被消費化，真相往往只有當事人知道，而公眾所看到的，更多是一層層經過修飾與渲染的故事。我們必須承認，吃瓜可以，但別把瓜當真。結語：娛樂應回歸娛樂，八卦終究只是八卦。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你覺得王一博是戀愛腦嗎？雙引號。事實上，無論王一博是否是戀愛腦，他是否戀愛，是否與誰曖昧，這些都屬於他的私生活範疇。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一切猜測都只是猜測。一個公眾人物值得被關注的，不應該只是他的感情狀況，更應該是他的專業能力、作品質量與公眾價值。娛樂圈的故事永遠講不完，但作為觀眾，我們可以選擇不盲目相信爆料，不對無辜者造成傷害，不放大虛假信息，不參與網絡暴力。理性吃瓜比狂歡更難得，也更重要。